天我要用马铃薯和豆腐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来和大家分享橙汁素虾滑。虾滑这个名词的由来呢，是因为真的太滑了，还来不及团成圆形呢，就滑进锅子里面了。大部分的人呢是拿来煮汤啊，或是煮火锅的。这次呢，我要来分享素食的虾滑如何制作。做菜前，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菜色、新食谱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马铃薯和豆腐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3颗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做素虾滑，我选择用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切成片状。因为马铃薯肉质是白色的，如果用地瓜会是红色或是黄色，如果用芋头的话会是暗紫色的。所以为了模仿虾肉的颜色，我用了马铃薯是最适合的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今天用电锅蒸，外锅放1杯水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电源。准备200克的豆腐，把豆腐挤干水分。素食料理最常用到豆腐，因为豆腐可以说是代替了肉类的蛋白质。豆腐是植物性蛋白质，所以吃素的朋友最好天天都可以吃豆腐料理或是豆干料理这一些。但是有假豆腐，大家别买错咯，就是百叶豆腐啊、芙蓉豆腐、鸡蛋豆腐、杏仁豆腐，这些的蛋白质含量都较低。像百叶豆腐的油脂和淀粉就相当高了，所以记得植物性蛋白质来源要选择豆腐、豆干、豆包这一些。把挤干的豆腐放入大调理碗中，准备1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撕成小条一点，方便食物调理机打碎。打碎了，像这样的碎度。把打好的杏鲍菇放进来，跟豆腐一起。准备1条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。把红萝卜切成小块状。把红萝卜放入食物调理机里面，打成泥状。红萝卜泥可以模仿虾子的颜色。红萝卜泥可以了，把红萝卜泥放入大调理碗中，跟豆腐一起。准备30克的西洋芹，把西洋芹的外皮削掉。把芹菜切成条状。放点芹菜进来，可以增香，也可以吃到脆口的颗粒口感。换一个方向，切成小丁。芹菜可以代替蒜末或是洋葱丁。把芹菜放入大调理碗中。我们的马铃薯蒸熟了，现在压成泥状。马铃薯趁热压会比较好压，如果放凉压，它会变干、变硬，就有点难压了。都压成泥状了，可以放去大的调理碗中。1汤匙莲藕粉，黑胡椒适量。盐1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乌吕泡打粉3克。我用乌吕泡打粉，因为等下煎出来的口感会比较蓬松，不加乌吕泡打粉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把所有食材搅拌均匀。我放的这是橄榄油1汤匙，要放纯素奶油或是一般的葵花油也都可以，主要是让它有滑润感。那千万不要放芝麻香油，因为会味道太重。顺时针不停的搅拌。
已经搅拌均匀了，可以了。接着准备一个食品级的塑胶袋，把这些调好的泥状放进去塑胶袋里面。先放一部分进来，把泥状的食材推挤，挤出空气之后，在角落剪上一个洞，等一下就可以拿去煎了。锅内放入多一点的油，现在就挤上我们的素虾滑条。粗细就看洞口的大小。先这样，不要挤太多，有点空间让它煎。等它固定形状了，再来翻动。目前感觉还软软的。现在有比较定型了，可以翻面。再继续让它煎，可以翻过来看看颜色是不是变成焦黄色，再煎一下。现在可以起锅了。今天做橙汁酱，少不了就是要来切一些柳丁。把柳丁切一半。现在来挤柳丁汁。柳丁汁挤好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准备3条玉米笋，玉米笋底部有点不漂亮，可以先修掉头尾。把玉米笋斜切成片。这是做酱汁的食材，我喜欢搭配颜色，因为今天做橙汁酱，所以搭配黄色的玉米笋。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准备大约30克的青豆，等一下煮酱汁配色用。接着用回原锅，把油倒出来，锅内留下一些油，把玉米笋放进来炒。先把玉米笋炒至半熟。玉米笋已经炒至半熟了，现在放入橙汁，从锅边淋入，因为锅边是热的。这时候可以来调味，玫瑰盐半茶匙。白胡椒粉适量，二砂糖1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现在放入水。我放的水量跟刚刚的橙汁一样多。现在等酱汁煮滚，酱汁还没大滚之前，小滚的状态，放入青豆。大略拌炒一下，现在来勾芡。一面放太白粉水，一面炒，调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浓稠状就可以了。像现在酱汁就差不多要起锅了，让它煮至大滚，酱汁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了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来试吃橙汁素虾滑，冰箱刚好有柳橙，所以想到这一道菜可以做成橙汁口味的素虾滑。绵绵软软的，主要是马铃薯的口感，好香。
然后还可以吃到黑胡椒的味道，很香。那很软，一折就断了。然后因为有放那个莲藕粉的关系，很 Q。我觉得这个要煎得脆一点，就是恰恰的，像我刚刚煎的那样，已经有变得比较深色一点了，那它比较定型，然后也比较好翻，然后现在吃起来也比较脆脆的口感，好好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哦，玉米笋好清爽哦，好吃。